就我们家他负责美貌，我负责智慧。我们两个的性格是特别有趣的，就是他是我该慢慢要成为的样子，我的某一部分也是他要慢慢成为的样子，就等于从对面看到了对方，像镜子一样，然后时间让我们两个朝着中间走，就相遇了有一天。我是曾建勇，典型的小镇青年。现在我主要是以水墨为主，可能是大家先知道我了，就画大队长。那时候也刚来北京，然后我小孩他读书，他碰到一些障碍，重点班老师特别严格，所以造成我的小孩像一种恐惧症一样，比如明天要考试，突然脖子就歪了，动不了了。所以我就画了一批学校里面最优秀的，但是不开心的孩子。我自己印象中，年轻的时候一直处于一种迷茫的状况。毕业之后在深圳12年了，你要养活自己，虽然也是从事跟美术相关的，跟艺术，你会感到越走越远，你就老想着哪一天你会回来。然后那年春节，北京的同学在758有个工作室，可以让给我用，然后我就开着车就来了。因为我画面都比较温润的，色彩也是比较淡雅的。其实我是用特殊的方法，我大部分的都是把纸喷湿的画，大部分在纸的背面画，就等于说背面我画80%，正面画20%，中间等于隔了一层像毛玻璃一样。14年吧，开始做这种空间这种探索，用发泡胶做了一个雕塑的胎，表面附了一层纸浆，在上面用水墨来上色，甚至我在上面还留了一些裂缝。最后的这种形态就是我一直想要的，也是我的初衷，表现人性中的脆弱啦、敏感啦、空洞啦。我都喜欢把那种矛盾对的因素并列在一起。比如说应该是天真无邪的，可是为什么还伤痕累累呢？为什么看的都满脸胡须？为什么还一点的孩子气呢？突然有一年，好像我已经40岁了。我跟张木认识的时候，我都跟他说，我活到40岁就行了，又成熟又没长大，然后就有感触嘛。其实里面那些形象，很多人老说像，因为我画的里面的姑娘都是像她这就没办法，都是分离的，各干各的，暧昧的成分比较多。从认识到现在就是29年。他的人生主要都是在创作的，我有很多事情在做，好像艺术是排在我生活的后面的。我们很喜欢屋子里有一个花园，所以就一进门的时候就会种2棵树3棵现在是吧，然后就分成了左右2部分，一边是生活区，一边是工作区，南北通透嘛，这样子冬暖夏凉的感觉。小朋友长大了，老公也相对来说比较不操心了，父母现在也刚好都在健康的时候，我正是感觉是我自己独立的好时光。我有一个生活准则，就是你有2只手，你要学会，一只手是在努力工作的，一只手就是在你觉得很委屈、坚持不下去、很痛苦的时候抱抱自己，因为可能没有另外一个人会抱你，所以你必须学会自己滋养自己。我会尽量的让生活里面的气氛好一点。其实我想很多夫妻可能过的时间久了之后，就是大家不再玩了。喜欢上一个人的那一个刹那，你要永远记得你为什么喜欢他，像种花种草一样，不断的浇水不断的养育，那就是这种恋爱的感觉，它就会不断的在。满的差不多30年了。有吗？有，我们91年年头认识的。行吧，他说了算了。就是几乎等于没有分开，24小时。情况基本属实。就问你会腻吗？还行。吵架，男人嘛，就是他学到了一些东西，他就会讲给我听。老子今天知道了一个东西你不知道，他会质问你说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当场就怂了，我知道也不敢说知道，不知道更不敢说不知道。然后他说完了之后，我经常会在心里说，哼，男人幼稚。
你如果一个家庭的女主人，什么都不好，想老公、想孩子什么的，那还能够安宁吗？哎，什么都觉得挺好的，那就是最好了，是吧？我原话是说，我觉得什么东西或者人只要是我的，我就会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的，然后它不再是我的，我就忘记了。不行了，上升价值了，上价值，上价值了，还是开玩笑就行了。人家听了看了，观众会起鸡皮疙瘩的啊。结束，Andy，可以吗？